美国最近对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还有柬埔寨进口的这个太阳能产品是加征了高额的关税啊，引起了区域能源业的关注。那么马来西亚是否会受到波及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新能源这一块，太阳能方面是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马来西亚，如果是要做回这个太阳能光伏的生产呢，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在价格要有优势的这些竞争呢，还是有比较挑战的。因为在中国目前太阳能光伏板的这个原材料都有比较好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势。因为它都相对是比较是属于垄断式的，以技术含量来看的话呢，并不是不能做，是能，这只是目前其实在于价格成本方面并没有最大的这个优势。马来西亚目前出口进入美国，我要给的关税其实也不低，就是现在就看政府怎么样子跟美国谈判嘛，对不对？对对对。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阿 Joe， 你会不会觉得说最近的市场非常的混乱？一下子又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呢，这个特朗普他又对等关税啊等等的，真是让我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其实不止你嘞，我的 WhatsApp 群组每天都有人在问我要不要清仓，要不要逃啊？这一波的这个关税战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伤脑筋。是的，讲到这个关税战我跟你讲，在6月14号呢，我们 BFM 财经有举办一场超猛的投资论坛那主题呢就是2025财经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那正好呢契合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个问题是这一次的这个财经论坛呢，我们请来了经济学家还有资本市场的专家，现场来跟大家一起分析全球的经济要怎么走，要怎么样子在这么乱的情况之下呢，找到赚钱的机会。是的，那么要赢过别人呢，不是靠喊救命而是要靠专家的策略没有错，要听到最专业的专家策略呢，就赶快来报名。地点就在 Grand Summit Level M1 的 Vertical。我去过这个地点好几次，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地点。那么6月14号名额有限，不要等到最后1分钟你才来后悔啦。那么报名的链接呢，我就放在这个节目的简介栏目当中，你点击呢就可以报名啦。2025财经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是由 Weibo Malaysia 荣誉赞助。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访问开始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都知道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开始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不管是中国、美国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本土的企业呢，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一定要找一些受到影响的企业，特别是新能源企业，在这一次的贸易战当中呢，可能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来好好的研究一下，究竟贸易战还有中美之间的这种的斗殴呢，其实对于我们马来西亚本土的企业，或者是对于整个生态来说，整个企业生态来说，是会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说，美国最近对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还有柬埔寨进口的这个太阳能产品是加征了高额的关税引起了区域能源业的这个关注。那么马来西亚是否会受到波及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否可以从这场贸易战当中受益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们不在贸易战当中受伤就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以去思考到受益呢？但是可能事情并不是如你想象的这样，或许我们可以在贸易战当中可以找到一些的机会的今天要来谈贸易战当中的机会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Plus X Energy 的 CEO 许传真来到节目当中。传真，欢迎你。谢谢你，海神。是，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这边做客第一个想要来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加征高达3521%的关税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对马来西亚的新能源的行业会有哪一些影响？还有马来西亚可能会不会因此而失去某一些的跨国新能源合作的机会呢？新能源这一块主要的还是在太阳能这一方面是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毕竟太阳能在全球这个新能源的科技里头，它算是一个比较容易普及化，从生产到安装都相对的比较低门槛。所以马来西亚呢，在之前我们都一直是全球排名第3大的这一个太阳能制造国。
所以这个制造国里头呢，应该差不多是80%多吧，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些生产商，就是太阳能光伏板的这个生产商，他们就来马来西亚，就是生产太阳能这个光伏板。然后当然还有一家美国公司叫 First Solar 也是在马来西亚，就是有生产这个太阳能板。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太阳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里头呢，我们就分成上游，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在这一块，还有下游，下游就去到了比如说像是施工、安装、工程、设计到投资这一块。所以在这个美国关税的这一个课题上呢，其实它会影响到的将会是马来西亚，如果有关联的将会是在上游，在于太阳能光伏的这一个生产线的这一块。所以如果要说回这个太阳能光伏生产线的这一块呢，我们就要说回就是在过去的这2年，坦白说在全球的这个太阳能市场的太阳能的光伏板的价格都开始有些往下调。所以太阳能的能源，这是给大家所了解的，目前呢其实来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宜的一个状况。因为在过去的这2年呢，主要是一些市场供跟应需求的这一个分别，尤其是在产生这个太阳能的供应的这一块会稍微比较多一些。目前全球85%以上的这些厂家都是中国制造商。如果你看回马来西亚的这些太阳能光伏的制造商里头都没有马来西亚公司，都是海外的。而他们为什么会来马来西亚呢？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在过去马来西亚制造的太阳能系统的太阳能板，只要我能够运到美国，我都能够省掉那个关税，它能够享有比较低的关税。所以马来西亚这个制造商所制造出来的太阳能的这个太阳能板呢，我们都不能够在本地用，它都只能卖给美国，再用于美国市场。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冲击呢，对马来西亚公司坦白说不多，因为马来西亚过去有一些制造太阳能的这个板的制造商公司，在更早之前他们都跟中国的制造商来对抗，所以他们都已经没有在做制造商的这一块了。所以这一回的这个冲击呢，主要的都是来自于这一个上游的这些产业链的公司，太阳能光伏板的制造商，还有他们主要的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因为我们不多，就是在做制造商。但是在于下游这一块呢，目前的影响还不会太大。那其实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业者有机会从下游走到上游吗？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说现在因为关税战的关系嘛，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美国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些太阳能光伏板，它要来征收很高的关税，基本上其实美中之间他们可能就是断链，就是脱钩了。那这个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厂商来说会是一个机会吗？美国它确实还是有这个需要吗？所以在马来西亚如果是要做回这个太阳能光伏的生产呢，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在于价格要有比较有优势的这些竞争呢，还是有比较挑战的。比如说，因为在中国目前在于太阳能光伏板的这个原料这一块，它的这个silicon， 它的 solar cell， 或者是去到比如说它的这一个玻璃的这些原材料，相对的其实或者到在更上层的像是石砂之类的，还是在于你的铝，aluminium 这一块都有比较好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势。因为它都相对是比较是属于垄断式的，都是在最高端的原材料都是在中国里头，都是比较好的掌握。所以他们在于这个上游的最上游那一端原材料到于产品的 R&D 的这一块呢，都有比较好的掌握，在于技术研发这一块都有比较好掌握。马来西亚呢，主要是做上游的这个下端，主要就是我们叫做这个 assembly， 就是组件的这一个安装。比如说太阳能板，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所以那一块块电池，比如说一块板有66块电池，所以通常在马来西亚所谓的后期的这个制造呢，都是把那66片的这个四方形的电池给安装还有组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那一个 frame， 主要是这个。所以如果你以技术含量来看的话呢，相对是比较低。所以并不是不能做，是能，这只是目前其实在于价格成本方面并没有最大的这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马来西亚目前只要我要出口进入美国，我要给的关税其实也不低，就是现在就看政府怎么样子跟美国谈判嘛，对不对？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感觉不完全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
还有其他的整个市场的话呢，如果要制造这个太阳能板，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要对到就是中国的制造商，所以在那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坦白说也是比较难去竞争，或者是以技术性来看的话也比较难去竞争，这是另外一点。第三点呢，如果看回美国市场，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支持新能源还有 ESG 这一块的这个领袖，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伪经济，这是一个伪需求。所以美国接下来的路线呢，其实也并不会在新能源这一块有很多的这一个发展。所以如果只是要供应于美国这一块呢，我觉得它的风险还有未知的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因此而看呢，我并不觉得会有很多马来西亚企业将会因此而走入这个太阳能光伏板的这个制造商的这一块。听你这样子讲的，我就觉得说我们的这整个新能源或者是太阳能光伏板的这个产业，很像跟半导体蛮像的，我们都是在中下游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嘛。没错。对，那好，那其实对，如果我们现在是一直处在这样子的一个中下游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对于你们公司 Plus X Energy 来说，你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毕竟在这样子的贸易战的一个情况底下，之前大家都讲到很像风声鹤唳，感觉非常的可怕哦，很像我们这个新能源的产业就快要完蛋的感觉。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你们公司其实会怎么样子来因应目前这样子的状况呢？因为 Plus X Energy 我们主要是在于中下游这一块，主要的是在于作为施工工程采购还有项目管理安装还有营运这一块，就是 EPC。然后主要还有在于投资这一块，比如说我们本身会投一些太阳能发电站，然后来供电给一些厂商，让他们需要这些绿能还是这个 Renewable Energy Credit 的公司来跟我们购买这个绿电。所以我们主要是在下游都投资跟 EPC 的这一块。所以马来西亚其实在下游这一块呢，有挺多公司都挺丰富的。而以我们的国家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因为我个人觉得在整个全球贸易战的这个状况底下呢，的确我看到在马来西亚其实还是挺多这个外资要来马来西亚投资的。所以这些很多外资要来马来西亚投资的，除了这个欧美国家，也包括这个中国方的这些公司都来，有当中就许多他们对 ESG 这一块都有一定的需求。而再加上马来西亚有个政策叫做 NETR 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在2050年要70%的能源都是来自于再生能源，占最多的这个比例的将会是太阳能光伏的这个太阳能这个能源。所以因此来看呢，因为主要比如说很多外资来这里投资，他们都会跟这个 MIDA 就是说，我来这里投，但是第一个要看到是我是否能够买到绿能，而且你们这里的电力是怎么样，而且我要的就是有 ESG 的这一些条规 NETR 的这一个呢，就刚好能够达到了供给就是太阳能的这个还是新能源绿能的这一个提供，就是让这一些外资来马来西亚就是投资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达标，就是他们 ESG 的这个标准，他们这个需求。所以因此来看呢，因为这个贸易战嘛，开始也看到了不同的这些投资方，这个 FDI 都来到了马来西亚，或者之前我们看到的 Data Center 也是挺多都来到了马来西亚。以我这样子来看呢，其实那个电力的需求还是会上涨的。马来西亚目前的这个电力需求是在25个 Gigawatt， 就是马来半岛。而在于数据中心它都去到了，就是排着要进来的，差不多去到了接近10个 Gigawatt。所以就是说差不多30%多到40%都会有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这个我还不包括马来西亚我们这里的这一个经济发展或者人口上升的这个电力需求。这个电力需求在接下来的这一个30年里头将会有巨大的这个跃进，而这一些呢也很难将会是来自于传统能源，所以新能源将会是在里头占有绝大的这个比例。所以以我来看呢，其实这个产业里头还会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机会。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嘛，美国因为特朗普的关系嘛，他甚至认为说全球暖化是一个假议题啊，所以他可能对于再生能源这个部分的话，他没有特别的重视。但是欧洲呢，欧洲会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市场嘛？对于新能源来说，
欧洲在新能源这一块，是在中国以外全球第2大的这一个需求量的这个区域，所以它的确是有许多的这个需求。那其实对于太阳能的这种新能源的竞争来说啊，它其实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有谁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像沙劳越也有水力发电，然后我们现在有风力发电等等不一样的新能源的形态啊，所以你觉得说，其实对于你们这种所谓太阳能光伏板或者是说对于太阳能的整个的产业来说，你们现在面对最大的竞争是来自哪里？如果我们先以全球的角度来看，其实太阳能科技跟风能科技是2个目前算是最低门槛、安全性也最高，然后它的这个 bankability 就是在于投资这一块的回酬也相对的最稳定的科技。在马来西亚风力的发电会非常的低，并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我们都算是被四周像是印尼环岛，就会让我们这里的风力的那个来源不多，所以马来西亚主要的呢还是来自于太阳能本身，然后后面呢就是到了这一个 biogas。对，还有水力发电，水力发电主要是在沙劳越这一块，所以在于马来西亚，我可以说的是太阳能本身的竞争并不多。这整个能源的这一个结构呢，它将会是在于传统能源还有多元化新能源的这一个排列，所以它除了太阳能，它本身也会有像我刚才说的，像水力啊，还是在于 biogas 这一块。而在里头，其实相对比较关键的会是在于我们的电网。马来西亚的电网要如何能够从传统能源的这个电网走向新能源的电网，将会需要一个智能电网。而智能电网之余，我们也需要有相对足够的储能科技的这个系统，就是 battery storage 这一块。如果一个国家试想想，如果70%都是源自于太阳能还是新能源这一块，这个国家的那个电力的这个供应将会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让整个国家的电力相对的稳定呢？首先储能非常关键，因为它是在于新能源跟着气候的有所转变，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需求，像是住家还是工厂之类的，它都是稳定的这种需求量嘛，它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这一个控制点。而在于电网这一块呢，必须走向智能，因为只有智能的这个电网，它才能够更加好的能够知道哪里有这个供给，哪里有这一些需求，它能够如何很好的分布，把这些新能源跟储能还有这个需求这个单位能够做好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所以据我所看呢，接下来的这整10年呢，将会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在于马来西亚这个电网将如何能够走向更加智能，而且储能系统将会是如何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资本正面对强烈乱流，你应该选择观望还是逆势出击呢？ BFM 财经首次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集合国内经济学者与投资专家，深入剖析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掌握美股与马股的布局关键。2025年6月14号早上8点，地点就在 Grand Summit Level M1 The Vertical， 报名链接就在节目简介中，现在就报名参加，一起逆势而上。2025财经投资论坛是由 Webull Malaysia 荣誉赞助。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在讨论核能的可能性啊。那也有人说，其实核能也是一种的干净能源跟再生能源。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确，核能它会是相对的，如果在于那个整个废核料的这一块能够非常安全的去处理的话，它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只是在于马来西亚如果今天有核能的话，我们能够如何的把这个工程还有安全性这个的风险降到最低，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在有人支持的同时，也是有人有非常大的这个顾虑，因为我们毕竟都知道日本就是一个这样对工程还有这么严谨的国家，对，那么严谨，还有工匠精神都那么高标杆的国家，都会有这个核能外泄的这个风险，更何况在马来西亚。所以我可以说的是，它的确会是一个未来的选项。但是在于马来西亚目前还不在于政府的一个发展主要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选项之一。那其实我想知道啊，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新能源其实有这样子美好的前景，然后这么大的这个需求，那不晓得贵公司接下来的布局会是怎么样子呢？所以我们的公司目前在于住家，我们都提供不少的方案，就是从这个太阳能系统，
或者是到如果要这个充电桩，就是目前也是有新能源车嘛，我们都有提供。我们的确有许多的这一个业务是在于工厂，还有在于这些商业建筑物，比如像是马来西亚许多的购物中心，就是海外国内的，应该有超过60到70多家的这些购物中心的屋顶，都是我们公司所提供的这个太阳能系统，或者是到工厂、大学等等之类都有。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在这一块呢，就是工商业需求这一块将会非常的大，因为在过去呢，太阳能系统主要是在于最早期 FIT 是赚钱嘛，到中期其实它就是在于能够省电，而目前呢，在于有了 ESG 的这一个需求了之后呢，它在于这个绿电能够让他们能够节能减碳，然后同时这一些国家如何能够更加有效的面对，比如说未来可能会有的这个碳税。就是 carbon tax，对，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但是有许多海外国家都已经有了，或者如何让他们的产品更加具有这个竞争力，因为在不同的这个国家都会有这个碳关税，只要如果你在哪国家，你所产生的这个产品，你本身的这一个碳排量呢是最低的话呢，那你会有许多的这个海外能够运输出口的机会，同时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外国企业。因为他们在 ESG 的这个 Scope 3的这一块，他们要找的所有的这些上下游的这些供应商本身都要有一定的这个 ESG 的这个条规，还有那个碳排量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你就会有相对的比较多的这个机会能够发展你的业务。所以这个是在于他们如何能够从中受惠的这一点。而太阳能光伏还有储能系统目前的这个升起呢，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呢，肯定是在于目前所有公司的这一个 P&L 里头，就是财务状况里头能够更加好的能够省钱。所以马来西亚在去年年尾，政府其实也非常响应，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些需求，也就推出了2个这一个政策。第一个政策呢，就是叫做 Self-Consumption New Policy， 第二个呢就叫做 CRES Corporate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Scheme。 所以这2个呢都能够让企业本身，尤其是外国的这些投资商，能够更加享有所有的这一个新能源为他们企业带来的这个好处，尤其是在于电费成本控制这一块，还有在于他们的这个 carbon credit 需求的这一块。那我就先来说一下这一个 self consumption。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在马来西亚，如果你一间工厂你要装太阳能系统的话，它在于 maximum demand， 就是一个建筑物里头，它这个最高的这个电力需求，我们只能够装到它电力需求最高的 85%。12月尾的时候，政府推出了这个新的 self consumption policy 之后呢，就把这个85的这一个上限给取掉了。目前就是说，你有机会能够在你的建筑物里头，能够100%都是来自于新能源的这个电源。所以只要你有足够的屋顶，或者你的工厂附近有足够的这个地，都是属于你的地，那你就能够比如说做一个地质的这个电站、发电厂，或者是在你工厂有很大的屋顶的都能够做太阳能的这个系统，再加上储能系统，能够让你能够100%的算是独立运电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方式呢，其实对很多本地的这些本地公司、上市公司也好，还是这些外资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算是一个非常鼓舞的一个新的策略。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挺新鲜的，因为试想想，就是一个建筑物你能够是100%，如果你有足够的面积的话，你都完全能够跟所谓的传统电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挂钩。当然如果在你需要电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跟 TNB 拿电，就是取电。所以 TNB 也从中他们会有一个叫 standby charges 的这一个 charging system， 就是我要 stand by 给你，所以万一如果你的太阳能系统还有你储能并没有任何电的话呢，那我要供电，那在那之前呢，我要为你准备嘛，所以我就跟你就是 charge 就是一个费用。所以这一个呢在今年已经开始，还有明年将会需要有储能系统的加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在于这一块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在于作为施工 EPC 这一块呢，我们也开始做投资的这一块，所以就是说我们本身会投在太阳能系统本身，然后我们就会跟这些企业公司会给他们一些折扣，比如说 TNB 他们的电单会是这一个单位，而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10%到15%的一个折扣。那他们不需要出任何的这个就是本钱，但是他们只要跟我们购电，
可能签一个15年，还是签一个20年的合同，那他都能够享有就是比较便宜的电费，同时也是一个更干净的电费，因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 Renewable Energy Credit 能够转让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一个 policy。 第二个 policy 呢叫 CREST 呢在海外其实也开始都比较盛行了。怎么说呢？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数据中心在柔佛，它有了一家数据中心，但是它的屋顶可能比较有限，或者柔佛地也比较贵，那但是我有非常高的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那我该怎么拥有绿电呢？那比如说他找了我们就能够在北马，因为阳光比较好嘛，在可能基岛州我们找一块地就起了一个电站，那我就能够远距离卖电给这个数据中心。当然我们需要给这个过路费，我们叫做wheeling charges， 就是给这个TMB， 所以他们就能够从中能够向我们买电的同时又能够享有这个 Renewable Energy Credit， 所以这一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因为在过去呢，在马来西亚我们长期以来所有的厂家买电的这个对象就只有一家，就是 TMB 嘛。而且让大家也知道，就是 TMB 在今年6月开始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电价将会有大幅度的一个调整。这对很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除了跟传统能源买电之余，现在我本身能够像一些私人公司，或者像一些像我们的公司来买电，而且是买更干净更便宜的电。同时呢，有些公司也从中想要跟我们合作，也一起投电站，所以他们不将是这一个用电者，他们也是投这个电站的这个投资者。对他们说，有些公司呢就会把这个变成他们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机会，来让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投资的机会。其实你自己观察，或者是可能我相信你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可能也能够去预估到，其实在未来我们大概整个新能源占我们所有供电的比例，它肯定是会成长的嘛。是的。所以你觉得说在未来可能3到5年它会成长到多少%呢？马来西亚目前呢，如果包括了那一个水力发电呢，就是看于整个东马西马混合在一起呢，差不多在有15%到20%左右。对其实现在已经有15%到20%，也蛮高了。如果我们有把这一个水力发电给包含进去加进来的话，如果只是看太阳能光伏呢，它还是在于5%到10%左右这一块，还有很多成长空间。对，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在未来这个很多成长空间，它将会是那一个主力。因为水力发电，你主要是要找到一些适合的这些河床，还有这些环境，来打造这么大的水坝，所以它的门槛相对会比较高，而且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合适，而且环保的问题也是很受到争议。环保问题也是受到争议，所以有些国家并不会把水力发电给考量入这个新能源还是再生能源的这一块。是上一家这个新能源公司访问已经是1-2年前了所以在这几年里面，其实储能的技术是否有更进步了呢？有非常大的进步。先从技术含量来看呢，还有就是从价格来看呢，它每一年的这一个价格都不断的在往下调，越来越便宜了。怎么说？因为储能的这个系统很多用的技术跟原材料跟新能源车所用的这个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整个全球趋势在于这一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趋势给上涨，还有在于储能趋势给上涨，它其实价格给往下调，还有越来越普及化的这个速度会比过去太阳能板这个普及化的这个价格的速度来得更加的快。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需求已经在那里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太阳能，它的应用可能就是在工业，你要有足够的屋顶，或者是我们看到在一般的这个 land house 有足够的屋顶才可以。所以未来如果比如说我住在公寓或 condominium 的话，那它这个太阳能的整个的解决方案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所以它就很依赖这种储能的技术，或者是太阳能发电站。因为未来如果要就是取代 TMB 部分取代 TMB 的发电的话，其实住在 condominium 的朋友以后也能够享受到太阳能的，对吗？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公寓的这个屋顶的面积非常小嘛，假设就是说，如果附近有发电站，那公寓里头每个单位他们能够选我想要买的电，我是跟传统能源的电网公司买电，还是我要是跟一个新能源的公司来买电。从理论上来看的话，它是可行的，只是目前马来西亚还没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是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刚刚说到了，就是建筑物本身
如果它今天并没有太阳能系统的话呢，它本身也能用储能系统来帮它达到省电的效果。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屋顶并不是那么大，它也能够做到。怎么做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想象就是一家工厂，比如说它的屋顶可能已经装了太阳能，它可能已经不能装太多了。储能系统能够如何为它带来好处呢？主要是有2点。第一点，很多这些工厂我们都会有就是在于高峰期跟低峰期的一个电价，所以这个储能系统呢，我们目前有一个就是做 energy management 的这一块，低的这个电价的时候呢就给储电，在高电价的呢，我就把我低电价的时候储的电来 discharge 来用，那我就能够省掉，就是可能在早上当高电价的这个时间时候的那一个电费。第二项呢，就是其实看回每一家的这个，尤其是在于 heavy industry 重工业的这个工厂，他们都会有一个叫 maximum demand charges。当我去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 charge 就是叫 maximum demand charges。所以当今天如果我有储能系统，再加上我有太阳光伏的话呢，我又有这个智能的这个 AI 的这个 management system， 我就能够大概知道我的这个最高峰在什么时候会来。那我在什么时候我就能够 discharge， 就是我储能的这个电力，来把它给往下调，达到省电的效果。这个就去到比较深层的这一个 energy management 的这一块。对，所以就像刚刚你提到的，如果今天是一个建筑物，它本身没有光伏也好，它只是纯粹是储能系统，它也能够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效果。了解。好，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您，也就是说您自己看未来的3到5年呢，你会怎么看待马来西亚的整个绿色能源的市场？就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子发展，或者是有哪一些新的技术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在未来3到5年的确肯定会非常蓬勃的发展。的确整个市场目前也相对的比较卷一些，但是应该还没去到就是这样中国国内那么卷。众多行业里头，新能源这一块的这个需求是大的，所以我们当然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新的这个企业也开始投入，就是在这一块。是，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呢，肯定因为有非常大的需求，也是有非常大的供应，所以我们会看到新能源价格它会越来越普及化。所以目前其实看回那个回酬本身，住家差不多5年左右就能回本，所以目前很多人的住家都开始安装了太阳能系统。如果看回工厂，差不多可能3年以内就能回本，所以它也去到非常的这个实惠了。储能系统目前可能要整6-7年回本，可是我觉得在接下来3到5年里头，它也会在逐步的那个价格给往下滑。然后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呢，在未来呢，尤其是在于经济发展这一块呢，融资这一块呢，其实目前有很多也是有 ESG 的这一个目标嘛，他们很多首选的这一些投资的这个产业跟这一个项目呢，也都会在于新能源这一块。再加上马来西亚，坦白说我们的确算是一个目前就是比以前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一个地点，我们都能够非常有效的吸引非常多的外商来这里投资，而且外商很多对新能源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在众多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这几个整合底下呢，马来西亚在新能源这一块呢，肯定是会非常高速的蓬勃发展。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是在东南亚区里头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都是新能源发展最高速的国家之一，我们在头2位。是，谢谢传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今天你跟我们分享了之后呢，我为你们的这个行业呢感觉到稍微松一口气哦。要不然之前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大概蛮担心说，我们的太阳能，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能行业是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冲击啊？那么看起来呢，其实我们的产业在整个的供应链上面，还有在整个市场的发展上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传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好，谢谢你，Isaac。那不晓得你对于 Plus Xnergy 的许传真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都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处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